日本等到最佳时机，想借G7之手搅动亚太，对抗中俄，但未等中国出手，普京率先下令，太平洋舰队全军出动，给日本敲响警钟。今天呢，说两件事，一个是由日本主持的G7集团外长会，一个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。两者之间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，但事实上，就当前的全球形势来看，无论是美国阵营还是俄罗斯和中国，任何的一次行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。先说这次G7外长会，说实话，在我看来，七国集团已经走向末期了。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上，翻不起什么浪花，早晚得退出世界舞台。相反，以中俄为首的金砖国家发展势头很猛，正在不断吸纳国际上的中坚力量，未来的路比G7要广阔得多。但是俗话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美国一天不倒，G7就还能苟活一天。另外一点，今年日本成为了G7的轮值主席国，G7的关注点自然会转向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挑战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同时也是G7还值得说一说的原因之一。总结来看，这次G7外长会在日本的主导下，一共讨论两个问题：其一，中国在亚太造成的紧张局势；其二，俄乌冲突。而且从媒体报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，讨论中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。就如我前面说的那样，这是日本作为G7轮值主席国的必然结果。日本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具体也是有两个：第一，引导七国集团战略政策偏向亚太，加大针对中国的力度；第二，企图在俄乌冲突中浑水摸鱼，从俄罗斯身上获取一些利益。如果能把南千岛群岛拿下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可以说，日本的想法还是很好的，想要借着G7的力量在亚太实现一箭双雕。但有一点要清楚，G7早不是铁板一块。先说中国，目前G7真正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就有4个国家：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美国。而真正能对中国造成威胁的只有美国和日本。英国和加拿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，对中国来说都太过薄弱了。俄罗斯也跟中国面对局面差不多，就不多赘述了。总而言之，日本大的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做文章，具体来看，就是要借G7之手拿中俄开刀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，太平洋舰队进入了最高战备状态，全军出击，开始进行了高规格演习，其中有2个关键点。第一个是太平洋舰队，这显然不是针对欧洲发起的行动；第二是最高战备状态，不同于转入加强战备，最高战备状态意味着俄罗斯核弹库已经打开了，战略核潜艇将搭载特殊导弹和鱼雷，或驶入海底隐藏位置，随时发动报复性核打击。从动员部队到整体行动来看，这次演习的时机绝非偶然。俄罗斯更像是在对日本发出警告，让日本不要借着俄乌冲突的由头打俄罗斯南千岛群岛的主意。只要日本敢冒头，俄罗斯随时会实施报复。对于日本的野心，俄罗斯并不比中国了解的少。因此这一次还没等中国行动，普京便亲自下令，用绝对的军事力量给日本敲响了警钟。而日本作为亚太偏激一隅的岛国，既然选择了同时挑战2个世界大国的底线，就要做好遭受严厉报复的最坏打算。如果日本彻底惹怒了中俄2国，一个日渐衰落的美国可没办法从中俄手上保住日本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